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巧克力哈豆，它是在泡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巧克力的外皮，里面还有巧克力的夹心，这也是现在烘焙店很受欢迎的甜品了。今天呢，咱还是用一个简易版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在家里的小厨房也能做出这道好吃的巧克力哈豆。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其实就和泡芙一样的果子，最好是用不粘锅。先加入100克的黄油，再加入240克的清水，还有2克的盐，开小火加热，慢慢的把黄油融化和水搅拌均匀。那等把材料加热到沸腾之后，要先关掉火，再加入150克的中筋粉，就是咱们在家里做包子馒头的那种面粉，或者是用做蛋糕的低筋粉都行。加入完面粉，把材料翻拌均匀。材料翻拌均匀之后就都倒在打蛋桶中，一会儿还需要加入鸡蛋搅拌。鸡蛋呢是准备5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大概每个60克左右，需要先打到碗中打成蛋液，一会儿慢慢的添加到这个材料里。那蛋液准备好之后，用做蛋糕的这个搅拌器，先开低速给材料降温，搅拌上1-2分钟之后等材料不烫手了，就把这个速度调到中高速吧，慢慢的加入蛋液，边搅拌边加入。如果是用手持的打蛋器也能做，就是5个鸡蛋有点多了咱们得把材料减少到一半，可以用手持的那种打蛋器来做。那加入完蛋液之后再搅拌上1-2分钟，整体也就5分钟左右，包含了刚才给材料降温的时间这些都算上，把材料搅拌均匀就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就把材料搅拌到这种均匀细腻有光泽的状态。接下来就把材料装在挤奶油的袋子里，最好是用这种可重复利用的这种是比较结实的，做一些泡芙或者是曲奇，还有很多种的蛋糕，像肉松小贝老蛋糕之类的，这种袋子比较结实，比一次性的要好用一些建议可以家里备一个。如果家里有这种做蛋糕用的裱花嘴呢，咱们就用一个大号8尺的，这样烤出来纹理比较好看。没有的话就直接挤，长度大概7-8公分左右，这已经算大号的泡芙了准备的这些材料咱可以做40多个呢，中间留有缝隙，一会儿它会膨胀的。咱们就先做上一盘送入烤箱，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上火预热到220度，下火20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先烤上15分钟，高温可以让它快速的膨胀。膨胀起来之后就整体减少20度，再烤15分钟让它定型，总共30分钟左右。如果不能上下独立控温的可以取中间值，比如都是210度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可能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。烤好之后放凉了，里面是空心的挤上就类似于生巧的巧克力酱，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哈豆。但是咱们在家里做建议就直接用奶油加可可粉，再加少许白糖打发就行了。这样做的话没有什么难度。那为啥不建议咱们做生巧呢？首先需要用到黑巧克力，比较贵不说，直接吃呢还不好吃，得需要2次加工。2次加工它需要用到黄油、奶油，还有一些材料，按照比例加热混合，做起来一个是比较麻烦。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一次做很容易就做成了一碗稀饭。这些材料也不便宜的做坏了得不偿失，所以咱们在家里直接用奶油加可可粉就行了。打发好了之后呢，在泡芙的侧面用筷子扎个小孔挤到里面，但是一定要等泡芙凉了之后。最后呢，就是裹上一层巧克力的外皮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同样，这个巧克力的外皮，咱们在超市直接买那种可以吃的巧克力就行了，要隔着热水融化，不能直接用明火加热啊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下面垫上一张硅油纸，留到下面的巧克力啊可以回收，或者是直接吃掉啊，都不浪费。同样啊，也不建议自己去调配，和上面的道理一样，调配不好就是一碗稀饭啊，不凝固，弄得满厨房都是，还不好收拾。直接用在超市买的那种可以吃的就行了。那淋上巧克力之后啊，可以放在冰箱里给它凝固一下，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庭版的巧克力哈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